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戴娜姐姐，欢迎来到《跟我走走》这个节目。前几天太热，根本没办法出门，这2天终于凉下来了，所以趁着机会，赶快出来转转。咱们还是闲话少说，直接进节目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一座古代高官的大宅子，距今大约有400年了。主人曾做过户部尚书、吏部尚书，很厉害的样子。现在这种高官的房子留存并不太多，所以应该值得一看。景区外面修整的不错，很有江南风味。票买上了，走吧。这里的很多古村落都有城防设施，可见古代的治安不太好。这里不错，古味挺浓的。大家看墙上的这些石头，都有些年头了。这里有个大院子，咱们进去看看。总宰地是不是叫这个？我也不知道。看来你学习也不好。看这2块砂石台阶，确实用了很久了。这个是大门的后面。这里居然就是那座豪宅，天官上卿，赐进士第正一品，光禄大夫，太子太保。算念了，总之官很大的样子。往里走。这个匾额是县长给做的，这位县长应该很有前途。
这应该是主人的会客厅。这些蜡像讲的是一个在当地广为流传的故事，说的是部长退休后，有一天有钦差从京城来本地查访民情，主要是想加税，然后来到了这里。结果这位部长七搞八搞，最后不仅税没加成，还免了不少。哎，这事不该由刚才那位县长办吗？怎么能麻烦老领导呢？谢亮太忙，顾不上。都是演戏高手，从古至今都一样。人家不会，你干什么呀？炮楼、碉堡，我也不知道。一会儿去看看。这里通往后院，咱们走。这里不应该是通道，通道应该在外边，所以很可能是后来改的。这个家应该也是后来处理过的，这里改动其实很大。这里是主院，是大佬们饮食起居的地方，一明两暗，典型的明式风格。北房通常住长辈，老大东边，老二西边，老三老四我也不知道。进正房看看，古代建筑有很多优点，但采光不好，外面稍微暗一点，里边就全黑了。人在暗处容易想事情，所以古代人心眼多，聪明。水月葫芦什么意思？等我查查。葫芦是福禄，水院是休息的地方。哦，原来还想做神仙。人确实不知满足。其实我每次来这种地方，总会想，当年在这里的人究竟怎么生活的？吃什么？穿什么？夏天怎么防暑？冬天怎么御寒？有什么样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？这地方从建起到现在，怎么也住过几千人，可现在除了大领导在书上留了几百字，其他人啊，从这儿就出去了。哇！
翻碉堡看看。这个瞭望塔共有3层，这是第1层，这是第2层。第3层，到这儿就没了。不过据说这座房子原来很大，现存的只有当初的1/6。而这个据说应该可靠，因为这么大个领导，怎么也要有一大堆奴仆下人、保姆丫鬟，他们也要有地方住，所以应该不会只有这么一点。其实，在一街之外，还有他们家一堆房子。这是他第1次当部长时盖的，那时还是富的。这是他给他老师盖的，古人视师如父，也可以算是他们家的。这个不知道谁的。这是他堂弟的，也是一大官。当年这个村子应该全他们家的。这是他们家祠堂。上下2院，就拿今天的标准来看，也不算小。只是如果按当时的工资，这位领导是盖不起这种豪宅的，因为和他同时代的一个部长死的时候，连棺材都是别人捐的。铁牌子上什么意思？是我对大人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。有权又有钱，还长寿，留下的还是清明，看人家这一辈子活的。据说这位部长70好几的时候，看上了附近的一位年轻寡妇，人家不同意，结果自杀了。所以不能有天堂，更不能有地狱，不然有些事情永远结束不了。可谁知道有没有？万一有呢？复杂了，不说了，还是让我们活在当下，享受这片刻的安宁吧。